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刘经理，公司决定调你到保安部门。人事经理冷漠的话语如晴天霹雳。49岁的刘志强怎么也没想到，在东方电气工作15年的自己，会在一个平常的下午被告知从销售经理降为门卫。当晚，他愤然退出了所有工作微信群。第二天一早，新来的销售总监陈浩然却慌了神，开始疯狂联系公司的10个重要经销商，因为他发现了一个致命问题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刘志强习惯性的在早晨7点30分到达东方电气有限公司。49岁的他身材略显发福，但精神状态依然饱满，穿着熨烫得体的白色衬衫和深蓝色西装。作为销售部经理，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整整15个年头。办公室里，刘志强熟练地打开电脑，开始查看昨夜积累的邮件和微信消息，手下8个业务员的工作汇报，各地经销商的订单需求，产品库存情况的更新，这些都需要他逐一处理。刘经理，杭州那边的李总又催货了，说这批空调必须在月底前到货。业务员小王走进办公室汇报，我马上联系生产部，让他们优先排产这批订单。刘志强拿起电话，开始协调各部门。这样的忙碌对他来说再平常不过。15年来，他从一个普通业务员做到销售部经理，靠的就是这种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。公司80%的重要经销商关系都掌握在他手中，这些客户对他的信任度远超对公司品牌的认知。上午10点。刘志强接到了济南经销商老张的电话，刘总，这次的促销政策能不能再优惠一点？我们这边竞争激烈啊。老张，你放心，我下午就给你回复，一定让你满意。刘志强温和地回答。挂断电话后，他开始计算各种成本和利润空间。这种与客户的深度沟通和信任关系，正是他在公司立足的根本。家庭方面，刘志强的压力也不小。妻子王丽3年前从纺织厂下岗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22岁的儿子刘浩刚从大学毕业，投了几十份简历都石沉大海。家里还有一套100平米的房子，房贷还需要再还5年。每月8000元的工资虽然不算高，但在这个3线城市也算中等收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份工作稳定，有保障。中午时分，刘志强在公司食堂和几个老同事一起吃饭。老刘，听说公司要来新的销售总监了。财务部的老李低声询问。下午就到任了，听说是个年轻的硕士。刘志强并没有太在意，在他看来，无论谁来当领导，自己踏实工作就行。毕竟自己的业绩摆在那里，客户关系也很稳固。下午1点30分，刘志强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。他拿出手机，逐一回复各个经销商的微信消息。这些经销商分布在全国10个重要城市。每个人的性格和需求他都了如指掌。广州的陈总比较急躁，回复要快；上海的王总喜欢详细的数据分析；深圳的李总注重性价比。刘志强在心里默默整理着这些信息。15年的积累让他对每个客户都有着深入的了解。这种个人化的客户关系正是销售工作的精髓所在。下午2点，公司走廊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刘志强透过办公室的玻璃门，看到总经理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过去。
那个年轻人大概35岁左右，穿着名牌西装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公文包，应该就是新来的销售总监陈浩然吧。刘志强心里想着，他并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只是继续埋头处理手头的工作。毕竟领导层的变动对他这样的中层管理者来说，影响应该不会太大。下午2点30分，人事部的通知在公司内部群里发布了，各部门注意，新任销售总监陈浩然今日正式到任，请销售部全体员工下午3点到会议室开会。刘志强看到消息后，整理了一下桌面文件，准备去参加会议。会议室里，销售部的10几个员工陆续到齐。陈浩然坐在主位上，神情严肃地翻看着手中的文件。各位同事，我是陈浩然，从今天开始担任销售总监。他的声音清晰而有力。我了解到，咱们部门的业绩这2年有所下滑，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，所以我准备对部门进行全面的改革和优化。刘志强静静地听着，心里开始有了一丝不安的感觉。陈浩然继续说道：现在的市场环境变化很快，我们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。传统的销售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需求，我们要引入数字化管理，每个业务员都要学会使用 CRM 系统，客户数据要实现统一管理。他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最后停留在刘志强身上。刘经理，你在公司工作很多年了吧？15年了。刘志强简洁地回答。那你对我刚才说的数字化管理有什么看法？刘志强稍微思考了一下，我觉得数字化管理是趋势，但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客户维护方式。很多老客户更习惯面对面的沟通和私人关系的维护。陈浩然点了点头，但表情并没有太多变化。我理解你的想法，但是时代在变，我们也要变。会议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陈浩然详细介绍了他的改革计划，包括重新划分销售区域、建立新的考核机制、引入年轻的销售人才等等。散会后，刘志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心里隐隐感到了危机。他拿起手机，给几个要好的同事发了微信。这个新总监看起来雷厉风行啊。是啊，感觉要有大动作了，咱们这些老员工要小心了。同事们的回复证实了刘志强的担忧。晚上回到家，刘志强把今天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妻子。新来的领导年轻，想搞改革，我们这些老员工可能要面临调整。王丽放下手中的菜刀，担忧地问：不会影响工作吧？应该不会，我在公司这么多年，客户关系这么稳定，他们不会轻易动我的。刘志强安慰着妻子，也安慰着自己。深夜时分，刘志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15年的职场经验告诉他，新领导的到来往往意味着变革，而变革中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往往是他这样的中层管理者。年龄不算小，思维相对固化，薪资成本较高，这些都可能成为被优化的理由。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优势，丰富的客户资源，稳定的业绩表现，深厚的行业经验，这些都是年轻人短时间内无法替代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刘志强依然按时到达公司，他决定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让新领导看到他的不可替代性。上午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，几个重要客户的订单都得到了妥善处理。刘志强还特意整理了一份详细的客户分析报告，准备向陈浩然汇报。正当他准备去找陈浩然时，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。刘经理，
请您到人事部来一趟。”人事经理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式，刘志强心里咯噔一下，但表面上依然保持着镇定。他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走向了人事部办公室。人事部办公室里，除了人事经理张慧，陈浩然也在场，两人的表情都很严肃。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文件。刘经理，请坐。张慧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刘志强坐下后，心情变得更加紧张。这种正式的谈话氛围，通常意味着不好的消息。张慧拿起桌上的文件，清了清嗓子：“刘经理，公司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对销售部门进行结构调整。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和岗位优化要求，现在通知您一个人事变动。”刘志强的心跳开始加速，但他努力保持着冷静。什么样的人事变动？陈浩然接过话题：“公司决定调整您的工作岗位，考虑到您年龄较大，工作经验丰富，我们安排您到保安部门工作，具体职务是公司门卫，负责门禁管理和来访登记。”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让刘志强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从销售经理到门卫，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他难以接受。为什么？我的工作一直很认真，业绩也不错。刘志强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张慧翻开文件夹，这是公司的统一决定，主要考虑几个方面。您的年龄确实偏大，49岁，在销售一线压力较大，公司需要引入新的血液，推进数字化转型。门卫这个岗位工作相对轻松，适合您这个年龄段。陈浩然补充道：“刘经理，您不要觉得这是降职，公司很重视您的贡献，门卫也是重要岗位，需要有经验的人来担任，而且薪资待遇基本保持不变，只是工作内容调整而已。”刘志强努力消化着这个消息，心中五味杂陈。15年的努力，竟然换来这样的结果。如果我不接受这个调整呢？刘志强问道。张慧的表情变得更加严肃。那就只能办理离职手续了。公司会按照劳动法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偿，但数额不会很高。刘志强快速计算着得失。离职意味着失去稳定收入，在49岁这个年龄找新工作几乎不可能。房贷、儿子的就业、妻子的生活费，这些都需要他的工资支撑。接受调岗虽然屈辱，但至少还有收入来源。经过几分钟的沉默，刘志强艰难地点了点头：“我接受调岗安排。”张慧松了一口气：“那好。从明天开始，您就到保安部报到。保安队长老李会安排您的具体工作，制服等用品下午就能领到。”走出人事部办公室，刘志强感觉双腿有些发软。走廊里的同事们看到他的表情，都投来了关切和疑惑的目光。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刘志强机械地收拾着个人物品。15年来积累的各种资料、奖状、客户照片，现在都要收起来了。业务员小王走进办公室：“刘经理，您怎么在收拾东西？我被调到其他部门了。”刘志强不想说得太详细，调到哪个部门？还是管理岗位吧？刘志强没有回答，只是摇了摇头。消息很快在销售部传开了。同事们的反应各不相同，有人表示同情，有人窃窃私语，还有人暗自庆幸不是自己。下午4点，刘志强来到保安部办公室。保安队长老李是个50多岁的老实人，在公司工作了10年。老刘，真没想到你会来我们这里。老李的语气中带着同情。人事安排，没办法。刘志强苦笑道。老李给他介绍了门卫的工作内容，
负责大门的开关，登记来访人员，检查出入车辆，维护门口秩序。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6点，中午有1个小时休息。工作不复杂，就是要细心负责。老李说，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，咱们都是公司的老员工了。刘志强点点头，心里涌起一阵酸楚。从管理10几个人的部门经理，到需要别人照顾的门卫，这种身份的转换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。晚上下班时，刘志强避开了其他同事，从侧门离开了公司。他不想看到那些同情、疑惑或者幸灾乐祸的眼神。回到家里，面对妻子的询问，刘志强只是说被调到了其他岗位。什么岗位？王丽追问。后勤部门，比较轻松。刘志强撒了个谎，他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的屈辱遭遇，至少现在还不想。夜深人静时，刘志强坐在阳台上吸着烟。15年的职场生涯，他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结局。明天他就要穿上保安制服，坐在门卫室里。那些曾经尊敬地称呼他刘经理的客户和同事，会怎么看待现在的他？第二天一早，刘志强穿上了蓝色的保安制服，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那么陌生，那么屈辱。这套制服代表着他身份的彻底改变，从管理者变成了最底层的员工。门卫室是一个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，里面放着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一个监控屏幕，墙上贴着各种规章制度和来访登记表格。与之前宽敞明亮的经理办公室相比，这里简直天壤之别。上午8点，正是员工上班的高峰期。刘志强坐在门卫室里，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同事从面前走过。有些人看到他时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匆匆移开目光；有些人投来同情的眼神，但没有停下脚步；还有些人装作没看见，快步走进了公司大门。最难受的是遇到以前的下属。业务员小王走到门口时，看到刘志强的那一瞬间，脸上写满了震惊。刘师傅。小王结结巴巴地打着招呼，不知道该怎么称呼，叫我老刘就行。刘志强尽量保持着平静。小王点点头，快步走进了公司。这样的尴尬场面一天要重复很多次，每一次都像是在刘志强的伤口上撒盐。上午10点左右，一辆黑色奥迪在门口停下。车里走出来的是济南经销商老张，他是来公司洽谈业务的。老张看到门卫室里的刘志强，眼睛瞪得老大。老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刘志强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只能含糊地说，公司调整，我现在在这个岗位。老张一脸疑惑，你不是销售经理吗？怎么调到门卫了？人事安排，没办法。刘志强避重就轻地回答。老张摇了摇头，表情复杂地走进了公司。半个小时后，老张从公司出来，脸色不太好看。他走到门卫室窗口，低声对刘志强说：“老刘，新来的那个总监我不太认可，你要是有什么打算，记得告诉我一声。”说完，老张开车离开了。刘志强心里涌起一阵暖流，至少还有人认可他的价值。中午休息时，刘志强独自坐在门卫室里吃盒饭。透过窗户，他看到销售部的同事们成群结队地去食堂，那曾经也是他的生活，现在却变得那么遥远。下午，又有几个经销商来公司，看到刘志强都表现出了惊讶。他们问起原因时，刘志强都只能说是工作调整。这些客户的反应让刘志强意识到一个问题：他在客户心中的地位远比在公司内部的地位要高。
很多经销商是冲着他个人来合作的，而不仅仅是因为公司品牌。下午5点，陈浩然从门口经过，他看了一眼门卫室里的刘志强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这种漠视比同情更让人难受。刘志强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透明人，被彻底边缘化了。下班后，刘志强脱下保安制服，换回自己的便装，但那种屈辱感并没有因为脱下制服而消失，他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里。回到家，面对妻子的询问，刘志强依然撒谎说工作很轻松，但王丽敏锐地察觉到了丈夫的情绪变化。老刘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？没事，就是需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。刘志强强装轻松。晚饭后，刘志强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他打开手机，看到销售部微信群里的消息，同事们在讨论新的销售策略，陈浩然不时发表指导意见，而他作为曾经的部门经理，现在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。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变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。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出新消息，但没有一条是针对他的。他在群里的存在感正在快速消失。1周后的周五晚上，刘志强正在家里看电视，手机突然响起了微信消息提示音。他拿起手机一看，是销售部微信群里的消息。陈浩然在群里发布了一条新的工作通知：各位同事，经过1周的观察和了解，我对部门情况有了初步认识。从下周开始，我们将实施新的客户管理制度，所有客户信息必须录入公司 CRM 系统，实现统一管理。个人不得私自维护客户关系，所有业务往来必须通过公司平台。群里很快有人回复：陈总，这个新制度什么时候开始执行？下周1正式实施，希望大家积极配合。陈浩然回复道。又有人问，那我们之前的客户资源怎么处理？全部移交给公司统一管理，这样更规范，也更有利于团队协作。刘志强看着这些消息，心里涌起一阵苦笑。他知道这个新制度实际上就是针对他的。陈浩然想要摆脱对他个人客户关系的依赖，建立新的客户管理体系。这时，业务员小李在群里了刘志强：刘志强师傅，您现在还管客户关系吗？广州的陈总今天问起您了。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知道刘志强已经不在销售部了，但具体调到哪里，很多人并不清楚。过了几分钟，陈浩然发了一条消息：建国现在已经调到其他岗位了，客户关系由我们销售部统一负责，请大家不要再他了，让他专心做好现在的工作。紧接着，陈浩然又补充了一句：建国现在的岗位比较轻松，正好可以多学习一些新知识，与时俱进。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像是关心，但刘志强听出了其中的讽刺意味。轻松的岗位，多学习，与时俱进，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，就是在暗示他已经落伍了。群里依然没有人回复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。刘志强感到一股怒火从心底升起。15年来，他兢兢业业为公司工作，客户关系稳固，业绩突出，现在被贬为门卫就算了，还要在微信群里被这样暗讽，这种屈辱已经超出了他能够忍受的极限。他点开了群设置，手指在退出群聊按钮上停留了很久。退出意味着彻底断绝与销售部的联系，也意味着放弃最后一丝翻身的可能。但继续留在群里，只会让自己更加难堪。刘志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
果断点击了退出群聊。紧接着，他又退出了经销商客户群、公司管理层群等所有与工作相关的微信群。每退出一个群，他都感到一种解脱，同时也感到一种决绝。妻子王丽从厨房走出来，看到刘志强盯着手机发呆。老刘，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刘志强抬起头，眼中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坚决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有些东西该放下了。王丽感觉到丈夫情绪的变化，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是工作上的事吗？刘志强点点头，算是吧，不过已经处理了。他站起身，走到阳台上，点了一支烟。烟雾缭绕中，刘志强想起了这15年来的点点滴滴，从初入公司时的青涩，到成为业务骨干时的意气风发，再到今天的沉沦落魄。人生的起伏竟然如此巨大，让人始料未及。但有一点他很清楚，尊严比工作更重要，比金钱更珍贵。既然在公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，那就彻底断绝这种屈辱的联系。他拿起手机，关闭了所有工作相关的消息提醒。从明天开始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门卫，不再是什么销售经理。既然命运要他从头开始，那就从头开始吧。至少他还保住了自己的尊严。夜深了，刘志强回到卧室准备休息。王丽已经睡着了，但脸上还带着一丝担忧。刘志强轻轻地躺下，闭上了眼睛。明天又将是全新的一天，一个没有任何期望的一天。周一早，陈浩然准时来到办公室。作为新任销售总监，他对这一周的工作安排胸有成竹。上周五在微信群里发布的新政策，就是他改革计划的第一步。他要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，彻底改变这个部门的工作模式。首先，他要摆脱对个别员工的过度依赖，建立标准化的流程。其次，他要引入数字化工具，提高工作效率。最后，他要培养一批年轻的业务骨干，为公司长期发展奠定基础。刘志强的调离正是这个计划的重要一环。虽然刘志强经验丰富，客户关系稳固，但他的工作方式过于传统，很多重要的客户信息都掌握在他个人手中，这对公司来说是一种风险。陈浩然认为，现代企业应该依靠制度和流程，而不是某个人的个人能力。上午9点，销售部召开了例会，陈浩然详细解释了新的客户管理制度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客户信息都要录入 CRM 系统，每个客户的联系方式、采购历史、信用状况等信息都要完整记录。任何业务员离职或调动都不会影响客户关系的延续。业务员们认真地记录着会议内容，但心里都有些忐忑。他们知道刘志强掌握着大部分重要客户的详细信息，现在刘志强已经调离，这些信息如何获取成了一个问题。小王举手提问：陈总，我们怎么联系那些重要的经销商？之前都是刘经理在负责，我们只有部分联系方式。陈浩然自信地回答：这个不用担心，公司财务部有所有客户的基本信息，我们可以从合同档案中找到联系方式，然后逐步建立新的联系。而且，我相信客户是冲着公司品牌来的，不是冲着某个人。但事实很快证明，陈浩然的判断过于乐观了。上午10点，杭州经销商李总的电话打到了销售部，接电话的是业务员小张。李总在电话里询问一批货物的发货情况，小张查遍了所有记录，都找不到相关信息。李总，
您能告诉我订单号吗？我这边查不到记录。什么订单号？我是跟老刘谈的，他说这周就能发货。李总有些不耐烦，您说的老刘是指刘志强经理吗？他已经调到其他部门了。电话那头传来李总惊讶的声音，调走了？调到哪里了？这个我不太清楚。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们陈总。李总的语气变得冷淡。算了，我直接找老刘吧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类似的情况在这一天里反复出现。广州的陈总、上海的王总、深圳的赵总，这些重要客户都在寻找刘志强。当他们得知刘志强已经调离销售部时，反应都很激烈，有的表示不满，有的要求解释，还有的直接威胁要更换供应商。陈浩然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他原本以为客户关系可以通过制度化管理来解决，但现实告诉他，很多客户对刘志强的信任度远超对公司的信任度。下午2点，陈浩然试图联系刘志强，他拨通了刘志强的手机号码，但对方的回应很冷淡。陈总，有什么事吗？老刘，有几个客户在找你，你能不能协助我们处理一下？对不起，我现在是门卫，不负责销售业务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没有但是，公司既然安排我做门卫，那我就专心做好门卫的工作。刘志强直接挂断了电话。陈浩然拿着手机愣了几秒钟，他没想到刘志强的态度如此坚决。下午3点，总经理的电话打到了陈浩然的办公室。小陈，我听说有几个重要客户在投诉。是的，他们都在找刘志强，我正在想办法解决。你要尽快处理好这个问题，这些客户对公司很重要。我明白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挂断电话后，陈浩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低估了刘志强在客户关系中的重要性，但现在刘志强已经被调离，而且态度坚决地拒绝配合，这个烂摊子要怎么收拾，成了陈浩然必须面对的难题。傍晚时分，陈浩然坐在办公室里整理一天的工作，桌上摆着几十张客户名片和合同复印件，但很多联系方式都已经过时。突然，陈浩然猛地站起身，脸色刷得变得苍白。他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他终于明白了一个可怕的事实：公司的客户联系方式根本不完整。刘志强15年来一直用自己的私人手机和微信维护客户关系，所有重要经销商的最新联系方式都保存在刘志强的个人通讯录里。而现在，刘志强已经退出了所有工作微信群，彻底断绝了联系。这意味着公司失去了80%重要客户的有效联系渠道。陈浩然瘫坐在椅子上，额头渗出了冷汗。他现在终于理解了刘志强在公司的真正价值，那不仅仅是15年的工作经验，更是15年来积累的珍贵客户资源。而这些资源现在完全掌握在一个被贬为门卫的人手中。第二天一早，陈浩然就接到了济南经销商老张的投诉电话。陈总，我需要一个解释，为什么老刘突然联系不上了？他的手机打不通，微信也不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陈浩然只能含糊地解释，刘经理现在有其他工作安排，你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找我，我不认识你，也不相信你。老张的语气很不客气，我跟老刘合作了8年，从来没有出过问题。如果他不负责我们这边的业务，那我就考虑换供应商了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陈浩然心急如焚，
立即召集销售部全体人员开紧急会议。现在情况很紧急，我们必须尽快联系到所有重要客户。大家把手头的客户联系方式都拿出来，我们要重新整理一遍。销售部的同事们开始翻找各种资料，但收效甚微。大部分人手中只有一些次要客户的联系方式，重要客户的信息几乎都掌握在刘志强手中。业务员小李举手说：“陈总，要不我们去问问刘师傅，他已经拒绝配合了。”陈浩然的语气有些无奈：“那我们怎么办？这些客户都很重要，丢了就是重大损失。”陈浩然思考了一下：“我们分头去财务部和档案室，从历史合同中找联系方式。虽然可能不是最新的，但总比没有强。”整个上午，销售部的人都在翻找各种资料，财务部的合同档案、历史订单记录、发票存根，凡是可能有客户信息的地方都找遍了。但这些资料中的联系方式大多已经过时，很多电话号码都打不通，即使能打通的，客户对新的业务员也缺乏信任。中午时分，陈浩然不得不向总经理汇报情况。总经理听完后，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公司的客户资源都掌握在一个门卫手中？是的，刘志强多年来用私人方式维护客户关系，公司缺乏统一管理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把他调走？总经理的语气已经带着责备。我认为应该推进标准化管理，减少对个人的依赖。陈浩然的声音越来越小。现在怎么办？客户都在投诉，订单也在减少。我正在想办法，争取尽快联系到所有客户。总经理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，限你3天内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客户关系维护不好，你这个销售总监也别干了。陈浩然战战兢兢地离开了总经理办公室，他现在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这不仅仅是工作方式的改变，而是关系到公司核心利益的重大失误。下午，陈浩然决定采取更直接的方式，他带着几个业务员开始实地走访各个经销商。第一站是市区的华东电器商城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经销商，但当他们找到经销商办公室时，对方的态度很冷淡。你们是东方电器的，我们正在考虑换供应商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。陈浩然努力推销。你们连老刘都不要了，还谈什么服务？老刘是我见过最靠谱的销售经理，你们公司真是糊涂。经销商的话让陈浩然无言以对。接下来的几家经销商反应都大同小异，他们对刘志强的信任远超对公司的信任，对新的业务团队缺乏信心，有的甚至直接表示，如果刘志强不回来，就考虑终止合作。一天下来，陈浩然一无所获，反而听到了更多的抱怨和威胁。晚上回到公司，他坐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，如何才能联系到那些重要的外地经销商？如何才能重新建立客户信任？如何才能挽回这个巨大的失误？第3天，陈浩然决定动用公司的全部力量来解决这个危机。他向总经理申请，调动了市场部、客服部等多个部门的人员协助。现在是公司的紧急状态，所有人都要参与到客户联系工作中来。总经理同意了这个请求，并下达了死命令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所有重要客户的联系方式。市场部的人员开始通过网络搜索各个经销商的信息，他们在百度、阿里巴巴、企查查等平台上寻找线索。
客服部的人员则负责拨打所有可能的电话号码，试图建立联系。行政部的人员翻遍了公司的所有档案，寻找任何有用的信息。整个公司都为了这个客户危机而忙碌起来。经过一天的努力，总算联系到了几个经销商，但这些经销商的反应让人失望。杭州的李总说，没有老刘，我不信任你们的服务质量。广州的陈总说，老刘被你们怎么样了？为什么突然联系不上？上海的王总说，我们正在考虑其他供应商，价格和服务都要重新评估。这些客户的态度表明，刘志强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无可替代，而公司现在的处境正是失去了这个关键人物的后果。陈浩然开始意识到，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低估了人际关系在传统行业中的重要性。在他的理念中，制度和流程应该大于个人能力，但现实告诉他，有些东西是无法通过制度来替代的。客户的信任、多年的合作默契、深厚的个人感情，这些都是无价的资产，而他为了推行自己的管理理念，轻易地丢弃了这些宝贵的资源。第4天，情况变得更加严重。深圳的赵总发来传真，正式通知终止合作关系。济南的老张也表示，如果1周内联系不到刘志强，就换供应商。公司的销售订单开始明显下降，几个重要项目面临流产。总经理再次召见陈浩然，这次的谈话更加严厉。小陈，你知道这个危机会给公司造成多大损失吗？这些经销商掌握着我们60%的销售额，失去他们意味着什么？陈浩然低着头，不敢直视总经理的眼睛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会想办法挽回的。怎么挽回？客户要的是刘志强，不是你的解释。要不，我去请刘志强回来。陈浩然试探性地问，你觉得他会回来吗？你把人家从经理贬成门卫，还在微信群里羞辱人家。总经理的话让陈浩然无地自容，他现在才真正理解了自己行为的恶劣性质，不仅是工作安排的问题，更是对一个15年老员工的人格侮辱。第5天，陈浩然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他要亲自去找刘志强，诚恳地道歉并请求帮助。这对于一个高傲的 MBA 毕业生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屈辱。但为了挽救这个危机，他别无选择。上午10点，陈浩然来到了公司门卫室，刘志强正坐在里面看报纸。看到陈浩然时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陈总，有什么事吗？老刘，我想跟你谈谈。陈浩然的语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谦逊。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？刘志强放下报纸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关于客户的事情，公司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，那是你们的事，跟我一个门卫有什么关系？陈浩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老刘，我承认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把你调到这个岗位，更不应该在微信群里说那些话。我向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我的无知。刘志强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现在客户都在找你，公司的业务受到了很大影响，你能不能帮帮忙，联系一下那些重要的经销商？刘志强冷笑了一声，陈总，你不是说要推行数字化管理吗？你不是说客户是冲着公司品牌来的吗？现在怎么又需要我这个落伍的老家伙了？陈浩然的脸红了。我承认我的判断是错误的，你在客户关系方面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价值，但是公司现在真的需要你的帮助，那些客户关系对公司太重要了。刘志强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陈总，
你知道这一周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？每天穿着保安制服，坐在这个小房间里，被人指指点点。以前的下属从我面前走过，都不敢正眼看我。客户看到我变成门卫，眼中都是同情和疑惑。你知道这种屈辱是什么感觉吗？陈浩然低下了头，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刘志强的痛苦。我知道我们对不起你，但是没有但是。刘志强打断了他的话，既然你们认为我不适合销售工作，那我就安心做门卫，客户关系什么的我已经不管了。陈浩然还想说什么，但刘志强已经坐回到椅子上，重新拿起了报纸。这种明确的拒绝态度让陈浩然彻底失望了。他知道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说服刘志强的，这个时候只有更高层的领导出面，才可能有转机。下午，总经理亲自来到了门卫室。刘志强看到总经理时，明显愣了一下。15年来，总经理从来没有到过门卫室。老刘，我来找你谈谈。总经理的态度很诚恳。刘志强站起身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老刘，这次的事情公司处理的确实不妥当，我代表公司向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我们的错误。总经理的道歉让刘志强有些意外，他原本以为公司高层会坚持自己的决定。总经理，您太客气了。不客气，是我们错了。总经理摇摇头，陈浩然的做法太草率了，没有充分考虑到你的价值和贡献。现在客户都在找你，公司的业务受到了很大影响。我们希望你能回到销售部，继续担任部门经理。这个提议让刘志强心中五味杂陈。总经理，如果我回去，陈总怎么办？他会调到其他部门，销售部还是你负责。那我有几个条件。刘志强沉思了一下，你说。第一，我要求陈浩然在全公司面前公开道歉。第二，恢复我的职务和待遇，并给予一定的补偿。第三，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。总经理毫不犹豫地点头，这些都可以满足。什么时候能安排？明天就可以。我马上安排人事部办理相关手续。刘志强考虑了一下，最终点头同意了。毕竟这份工作对他和家庭来说都很重要，而且客户关系确实需要他来维护。第二天上午，公司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。总经理在会上正式宣布了人事调整决定。经过公司慎重考虑，决定恢复刘志强同志的销售部经理职务，同时对前期工作安排不当的问题，公司深表歉意。陈浩然站在台上，表情复杂地看着台下的刘志强。关于前期的工作安排，我个人存在严重的判断错误。我对刘经理的不当处理和言论深表歉意，希望刘经理能够原谅我的无知和冒失。台下响起了掌声，但气氛依然有些尴尬。会后，刘志强重新回到了熟悉的销售部经理办公室，桌上的文件、墙上的奖状、柜子里的客户照片，一切都没有改变，但他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。这一周的经历让他看清了很多东西。下午，刘志强开始联系各个重要客户。济南的老张接到电话时非常高兴：“老刘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被那帮小年轻给挤走了呢。放心，订单我给你留着，什么时候发货都行。”杭州的李总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：“有你在，我们就放心了。”那个新来的总监不行，说话没分量。一天下来，刘志强联系了所有重要客户。这些客户得知他恢复职务后，都表示愿意继续合作。几个原本要终止合作的经销商，
也改变了主意，公司的销售订单迅速恢复到了正常水平。这种戏剧性的转变，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刘志强的真正价值。3个月后，公司的各项业务都回到了正轨，刘志强重新成为了销售部的核心人物，客户关系也得到了很好的维护。陈浩然被调到了市场部担任副经理，负责市场调研工作。这个安排既保全了他的面子，也避免了更多的冲突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